伊朗反击不设限，4枚弹道导弹冲向林肯号。哈梅内伊身亡后，伊朗报复手段大幅升级。紧接着，革命卫队公关关系部发布7号公告，称林肯号航母遭到伊朗4枚弹道导弹袭击。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疑似林肯号遇袭的视频。对于这件事，美军则表态，林肯号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伊朗发射的导弹连航母的尾气都没摸着。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？伊朗导弹实力如何？有没有能力突破林肯号的防御？实施狂怒行动开始后，美军偷家成功，伊朗最高层在办公室内遇袭，精确打击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没了，其女儿、女婿等4名亲属以及数十名高级亲信官员一起身亡。作为直接报复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启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袭击，目标就是阿曼湾海域的林肯号。事件发生时，林肯号就在阿曼湾北部的恰巴哈尔港外海，这离伊朗海岸线非常近。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后，拍着胸脯保证中了4枚弹道导弹。不过，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美国这边的消息是没中。说实在的，导弹想要击中一个拥有宙斯盾网络的航母打击群，难度不是一般的高。当然，光说不行，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就要先了解伊朗导弹实力以及林肯号的防御。先聊伊朗导弹，既然伊朗敢说中了，那手里肯定得有2把刷子。火力军估计这次上场的大概率是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库里的3张王牌。第一张牌就是佐勒法加尔巴希尔弹道导弹。这款导弹是伊朗2020年才公布的，射程700公里。早期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只有300公里射程，只能在霍尔木兹海峡里蹲坑。射程增加后，伊朗就能在恰巴哈尔港的掩护下点名阿曼湾深处的美军舰船。作为一种单级固体燃料导弹，其发射准备时间短，弹头装了光学和红外成像导引头，在下降过程中具备一定的气动修正能力，可以跟踪时速30节左右的海上目标。第二张牌则是法塔赫系列，这是伊朗近年来最爱吹嘘的技术，法塔赫1号称速度能达到15马赫，1秒钟飞5公里，还有2级发动机，能在空中灵活变轨。法塔赫2更过分，按照伊朗的说法，采用了高超音速滑翔技术，能像打水漂一样在空中滑行。对于雷达来说，这种导弹忽高忽低，忽左忽右，非常难抓。第3张牌则是霍尔木兹2，这是一种专门反辐射的弹道导弹，只要美军驱逐舰打开雷达，这款导弹就会顺着雷达波直接炸掉雷达阵列。就实力来讲，伊朗导弹的威力的确可以用来打航母，以5马赫以上速度撞击目标的弹头，即使不装填高爆炸药，凭借动能也能使航母甲板瘫痪。但问题在于，这是个技术活。首先是黑障现象，当导弹以10倍马赫速度冲进大气层，弹头周围的空气会被压缩成一层离子火球，这时候任何无线电信号都传不出去，也收不进来，导引头等于瞬间变瞎子。等冲出黑障区，导弹离海面可能也就几十公里了。这时候如果航母来个大转弯，导弹想修正航向根本不可能。这要求导弹必须拥有极高精度的自主惯性制导系统，或者再下降到一定高度，才能重新开启传感器寻找目标。伊朗导弹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，火力军持怀疑态度。再一个就是杀伤电，你想打航母，得先知道航母在哪儿。航母不是死靶子，它在海面跑的速度很快，在弹道导弹飞行的约10分钟内，一艘航母可以机动数公里。如果初始瞄准点更新延迟，导弹到达预定区域时，目标可能已不在导引头视野里。虽然伊朗拥有沙赫德129等长航时无人机，但在高强度电磁对抗环境下，伊朗的侦察无人机很难维持实时锁定。只要美军把信号一掐，伊朗的导弹飞到预定坐标后，海面上除了浪花什么都没有。美军所说的伊朗发射的导弹甚至没有接近该舰，大概率就是这种情况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即使伊朗有杀伤电，也不一定能炸到林肯号。美军出动航母都是以打击群的模式，身边围着3到4艘伯克级驱逐舰以及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，这套防御系统基本上就是人类防空技术的天花板。新升级的伯克3型驱逐舰装了 SPY-6， 这雷达的灵敏度比老款高了30多倍，天上还有 ERD 预警机，它能从高空俯视整个阿曼湾，专门抓那些低空滑翔的法塔赫2。更别说美军的分层拦截体系了，应对来袭导弹，美军有一整套的流程。当伊朗导弹还在太空飞的时候， SM-3 就上场了，它不需要炸药，靠的是动能撞击，两边加起来几十倍音速的速度撞在一起，导弹直接变成碎片。如果导弹落到了大气层内， SM-6 就该干活了。这是目前防御高超音速武器最有效的弹药，自己带着雷达，能跟着导弹的路径一起机动。不过最让伊朗难受的大概率还是电子战。美军驱逐舰上装了 SEWIP Block 3系统，这玩意儿不发射炮弹，发射高能电子干扰。当伊朗导弹降落，准备开雷达锁航母的一瞬间，美军的电子战系统就会发出假信号。在导弹看来，海面上瞬间出现了成千上万艘航母，或者雷达屏幕直接变雪花。最终的结果就是
导弹对着一片空无一人的海域发起自杀式冲锋。分析到这儿，答案就已经很明显了。伊朗所说的4枚导弹击中林肯号，大概率是吹牛。之前在聊航母防御时，火力军就提到了弹道导弹的确可以击毁航母，但很难。这一次伊朗说的是4枚导弹击中航母，具体射了几枚不确定。不过在高强度的轰炸下，伊朗很多发射阵地在导弹离架前就被 B2和战斧摧毁。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不会太多。美军宙斯盾系统的拦截记录显示，其成功率约为 85%。在面对导弹的小规模攻击时，突防概率极低。拦截这种规模的攻击，美军甚至都不需要流汗。想突破航母的防御，起码得几十枚，甚至上百枚导弹从各个方向同时飞过来，让美军的火力通道过载。而且大家别忘了事件发生的背景，伊朗袭击林肯号时，唯一已经发动实施广东行动。在这种强度的打击下，伊朗的雷达站、卫星地面站、远程无人机基地肯定第一时间就被战斧导弹给报销了。伊朗发射导弹的时候，估计连航母的具体坐标都是靠猜的，失去了精确引导的弹道导弹，那就是大号的窜天猴。还有最致命的一点，虽然伊朗媒体喊了震天响，但至今没拿出一张卫星照片，证明航母甲板冒烟了。在这个卫星漫天飞的时代，如果航母真的被捅了个大窟窿，那海面上的油迹和浓烟绝对是藏不住的。总的来说，伊朗这次导弹攻击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。对于伊朗来说，领袖被暗杀了，如果不还手，国内情绪会崩盘，政权稳不住。哪怕明知道打不中，这导弹也必须发出去，这就叫情绪产出。至于能否打中，无所谓，口号响就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聊到这儿。各位觉得林肯号遇袭到底是真是假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